彭吕几案练太极功夫，虚实分明，指点健康人生。大家下午好，我是包包太极。那经过前面几期跟这个网友分享了我包包的一些观点以后呢，网上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对包包进行了评价。那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听的，包包在这里都虚心的接受，并且我感谢你。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广大的网友说，包包录这个视频，主要就是因为希望把我自己会的、理解的，通过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跟广大的网友做一个交代。那学会了就要教人嘛，对吧？我也希望呢，在太极拳这个路上，我跟大家一起相互的探讨少走一些弯路。通常会有这种情况我们身边包括我自己的师傅，他们讲的一些拳理包括太极拳的一些规矩，我们听懂了，包括师傅也觉得自己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我们在练的时候呢，往往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相信大家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明明懂了，但是做不出来。所以说一路走过来遇到了很多类似的问题，所以我包包就一个心愿，希望把这一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跟大家做汇报。如果能够在广大网友练拳的过程中，包包的视频能够做到辅助性的协助大家进行练拳，包包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那么前面几期呢，跟大家讲了关于这个太极拳准备工作，包括阴阳转换包括这个如何不伤膝盖，网友的要求希望包包来谈谈这个丹田这一块怎么回事。那说实话，丹田这一块根据中医来讲的话，这个是非常博大的它里面有一些太多的东西。那我只讲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比较理解的一块。那我经常听到的一些朋友说是哪个师傅他的丹田会转，会转这个事情呢，反正我是不相信因为我觉得人的生理解剖都已经非常清楚了丹田怎么可能会转呢？但是包包有自己认为丹田转有它的一个道理。那道理是哪里呢？可能它只是一个人对丹田带动全身带动全身的一个描述，但是丹田确实是能够带动全身的这个运动一种方式。这也是传统太极拳跟现在流行的广场舞包括太极操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你的动作是不是根据呼吸配合胸腰折叠带动双手做出来的一些动作，还是因为你没有通过它们，只是肢体在动。这个是太极操跟太极拳之间的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我先讲讲一个丹田。我们的丹田是在这个位置，肚脐里面以下的这个位置叫丹田那么丹田的话，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它里面有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膀胱、肾。女性的话还有子宫、内分泌。那么我想说的是这个大肠、小肠对我们的人体健康确实是关系到很大，因为里面的小肠它是6到7米，那么所有的食物通过它进行它周围的1万个毛细血管进行吸收以后呢我们人体才能得到这个食物的营养。那么它的每小时挪动呢可以达到15次左右。中医认为人生气的时候小肠会停止挪动，停止挪动的话，也就是说那段时间你身体里面会停止吸收这一部分的营养，那么也就是说生气对人体是有害的。所以如果这么去看的话，我觉得这一块是很重要的。太极拳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叫什么呢？要紧处，拳在胸中腰间运化也就是说简单的讲，就是一个胸腰折叠。那么任何一个动作它是通过胸腰进行，通过一个胸腰进行折叠出来的。但是呢，丹田可以通过胸腰的配合我们的股骨头进行股骨头的2个关节进行一个螺旋式的一个运动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运动呢，然后带动我们的全身，这个是可以的。那么也就是说，太极拳所有的动作都是由这一块丹田来带动。那么这就是太极拳区别于其他的拳种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锻炼方式一个最大区别。包括中医说太极拳能够促进我们的5脏6腑的按摩作用，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当我们的确所有动作通过胸腰去完成，去带动肢体的时候，你所打出来的拳的感觉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刚开始记得前期跟大家讲过一个问题啊，练太极拳如何最快的进入这个状态啊？比如说通过调整呼吸，通过命门后撑尾闾前收，通过虚灵顶劲，通过含胸，通过手臂前卷进行预备式的准备工作，让我们能够最快的进入这个太极拳的状态。或者当你在看一些大师打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打得好的，他的韵味我们讲叫韵味。那这种韵味是什么呢？包包认为其实太极拳跟其他的体操之类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在打拳的时候有没有经过第一个要求规矩，我们有没有讲规矩？比如说前面讲的外三合，手跟足合，肘跟膝合，肩跟胯合，那么每一个动作它都有这个合劲，我们是不是做到位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去模仿我们先去自身去找原因，我们有没有做到外三合？当然了，我在这里可以肯定的说，当你太极拳的动作做到三合，你打出来的拳就一定是好看的，这个叫讲规矩。那么作为讲规矩以后呢，我们就要去懂这个懂理。什么叫懂理？就是一套拳打下来以后，你是否知道这一套拳的所有动作，它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雕手，为什么有雕手这个动作？它的原理是什么？对吧？然后揽扎衣，对吧？先往外捧，再把它收回来，这个动作的积极含义是什么？我们去了解。当我们把积极含义了解透彻了以后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了力点在哪里，对吧？比如说揽扎衣这个动作，我的力点肯定是在这个小一记，对吧？小一记领劲回来。当我们知道积极含义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这个力点在哪里。那么我们再去打拳的时候，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进入了那种意境。外人看我们呢，叫韵味，对，就是叫韵味。所以说太极拳你说这样一个运动，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这里，丹田带动全身那前面我跟大家讲了，一动无有不动，包括当走后活，前必后，逢左必右，逢上必下，有上必有下这些动作它其实都是规矩，我们是不是都能做到？如果都能够做到，打拳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说太极拳是一门值得真正的用心去研究的一套拳，腰折叠进行配合起来的一个丹田的挪动这么一个训练。那么我给大家示范一下那么我今天把这个衣服塞进去，一块地方就是我们的丹田肚脐后面以下会阴穴上面这一块地方，能够在练拳的时候以丹田来带动全身呢？这个我想大家不需要着急包包是通过一些呼吸或腰胯来产生的一个动作的分解。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几个动作，做不好希望大家不要见笑我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首先还是一个揽扎衣这个动作，正常丹田不动正常丹田不动是这个动作。那如果是动丹田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好，我们就把小腹这块地方动丹田的话，它有一个胸腰折叠它有一个胸腰折叠给它带动的。好，希望这几个动作能够大家练拳的过程中带来一些灵感。那个示范动作就到这里。刚刚包包讲的主题是如何练就丹田带动全身，包括它的养生的含义包括它跟太极操之间的一些区别。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但是说实在的，我已经很用心的在讲了我不知道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能够让大家更快的听明白。那么我也正在践行一些方法那接下去呢，因网友的要求能够以这种教学的方式来出一套完整的教程，83次的这个拳架进行一个拆解。好了，如果说大家听懂了包包的一些讲解希望呢动手指头帮我点个赞或者是评论转发关注我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下一期再见。